Hello， 大家早上好，我已经起床了，吃份早餐，我们今天就要下床了。这真的就是在这座船上吃的最后的一个早餐。再带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船上的早餐有什么：面包、燕麦，然后各种炒的，然后火腿肠，就这些了。这就是要了一个这个煎蛋。这边就是一堆各种各样的果汁，然后沙拉、水果，也是一些熏三文鱼。今天是有这个培根。好了，这就是我们的早餐了。已经收拾完所有的行李了，然后我们的身份证，就是船上的身份证，护照也还给我们了。走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个账单，账单上面是写着20刀一天的小费，付了420刀的小费。行李是昨天晚上就收好了，这里已经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了，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确保没东西了，走了，拜，我们下船了，出发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酒店了。要跟这个生活了22天的船说拜拜了，拜，坐公交直接拜。走了，好久没背我的包了，他们看到我的包都惊呆了。他说你是怎么做到背这么大的包的？现在要换上我们旅游车了。是一个团队的旅游车在前面。Thank you。我们今天还有一个3个小时的城市之旅，然后第一站来到了号称全世界最美的书店，曾经一个剧院改的。这就是这个书店，来过阿根廷的肯定都会来过。啊，他们穿的好凉快。哇！这么看就很好看了。那演出台改成了一个咖啡厅。看这个剧院是有电梯的，坐电梯去3楼看看。可以看得到，它现在以前这种座位啊，全部改成了书架了。然后这还有个穹顶，穹顶是一个很著名的意大利画家画的，都100多年过去了，颜色还挺好看的。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对，这是以前的座位，然后这就是以前演出台的地方。下面那些柱子都是很典型的希腊式风格的。关键是，它改成图书馆，它居然还保留着以前剧院的这种风格。你看，它这里的一些，带你们走一圈看，这里整个有2000个平方，基本上。来都会来打卡的。它这个穹顶呀，意义呢就是和平。为什么它的寓意是和平的？因为他画完这个画的时候，那一年刚好是1战结束，都过了100多年了。看看。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图书馆。你除了在这儿能买到书，还能买到音乐。我坐着电梯下来了，哦，发现这下面就是卖碟片的。逛完了，出去了，去下一个景点逛了。这是我们的车，现在是第2站了，我们来到了这个雷科莱塔国家公墓。在这个公墓里边葬的全是上流人士，像国家总统、作家，还有商人，还有什么诺贝尔文学奖的，在这一大片公墓里面。像这个墓里面住的呀，都是在对于阿根廷贡献比较大的。听导游说，就是说当时哪怕你有钱，你也不一定能葬在这个公墓里边。基本上就是当时的一些王公显贵
去世之后才能埋在这一块区域里。像这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当初的阿根廷之母贝农夫人的墓。我发现了，它每一个那个房间都有玻璃，玻璃里边都是直接可以看到棺材的。你可以看，这都是可以进去看这个的，修的比房子还客气。像这里就是当初他们阿根廷独立战争的时候的一个将军立下了功劳。这个人啊，是当时就是他们一起做一个某某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物。然后贝伦夫人在死之前，包括她死后的60年，她的尸体被藏在了那个米兰。然后后来就是还原历史的时候，慢慢的大家找到这个真相，才把它运回来。但这个人是跟贝农夫人这个人是知道真相的5个人的之一。哦，谢谢。前面就到了这个贝农夫人的墓地了。她当时是给整个阿根廷的一个妇女解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她的身世也是特别励志吧。她从最底层的一个私生女，到妓女，再到最后的第一夫人。像这边的公墓呀，他们都是买断了，买一块地儿是连他的土地权都是拥有的，所以我就看到有的房间里面它是叠了好几个棺材，就是他们一家子，然后全是埋在这儿的。而且你在这儿买一块地，你可以不管你是只要是在你的一个土地的范围内，你盖多少层也好，你往下挖多少层也好，那都是你自己的地。而且你看，因为这边不是贵族的一个公墓嘛，你看他们这个家族繁盛还是衰败，看得到。像这个家族就比较没落，因为像这些呀，他们的这边公墓的管理人员，他们只会清扫正常的地面，像这种主要的翻新啊，还是说要你家族的人来翻新的。所以你看很多就是每年都有翻新的，证明他们家族现在还是挺好的。像那种比较落寞的、破败的，或者是像这种掉漆的，就证明就是说这个家族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这个公墓呢就参观结束了，我们又要前往下一个点了。像这里边的地是很早以前就卖完了，所以像现在的一些贵族呢，又会埋在新的一个贵族公墓，离这儿还有点远，坐车好远呢。我突然发现这个公墓外面好多银杏树啊，然后这上面还结了银杏果子，看到没？这好多这种粉色的花儿，导游说这个粉色的花，他们管它叫什么 drunk， 因为它很能储水，尤其在冬季的时候可以储存好几个月的水。英语是实在不好，我听了一半听懂，没听懂一半的。我现在来到了一个公园，导游说这棵树已经有200多年了，到处都是这种枝干被撑起来的。然后这有一个介绍是西班牙语，谢谢您嘞。这儿有一个做了一个雕塑，然后是人举起来这个树。果然在阿根廷哪儿都能看到跳探戈的。我们又回来这个酒店了，回来了，结束了一天的城市之旅了。然后呢，我的室友他不是后天才回国嘛，然后明天我们决定1天的时间坐个船去对面的乌拉圭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村庄去玩一下，小城市很小。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这边港口一个旅行社这种之类的吧，来订票。它这个就是包含了什么呢？有不同的城市，有酒庄，我们选择的是这个地方，叫 Colonia。然后它有包含的好几种不同的，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这个骑自行车，你也可以选择自己散步。我们选择的是这个 Colonia，然后你也可以选择有一些去
品酒呀、酒庄呀，或者是海滩呀。然后一个 City Tour 1个小时，然后还有这个自己行走，然后还有这个骑自行车的话就27000。这是我们选择的，就是来回的船票。12点钟出发，8点钟回来，然后包括一个 walk， 包括来回船票，一共是13900，也就是合下来的钱是255块钱。出个国，从阿根廷去阿拉圭，然后来回玩一圈。这个跨国的船票已经买好了，就在这儿。另外2个朋友，他们美国的绿卡竟然不能免签，我们10年的美签居然能免签，我们俩过去，另外2个人去不了了。谢谢你们陪我来。我们已经买了船票了，现在在这个当地的公交站，然后准备要去一个很出名的天台酒吧。他们的公交车来了，不知道这个公交车是怎么收费的，从前面走。No。事实证明，阿根廷这边的公交车跟地铁他们都不收现金，只能用当地的公交地铁卡。那我们司机建议我们是打的，打的的话也不贵，像平时1公里到2公里的话，10块钱左右吧，都是可以打表的，随手就行，随手招就停。我还没有遇到过坑人的出租车，那肯定是有的。这里都是上车打表是225披索起。我们又到了这个丰建杯，路过这儿了。我们2.5公里585，也就是10块钱人民币，我们1个人2块钱，比坐公交车贵一点点。公交车是35披索1个人。我们又到了这儿了，出发去这个天台的酒吧。我们挺不错，大白天的逛酒吧，这感觉不错耶，看看，真不错，可以喝一杯了。他们这儿点还是用扫二维码来点单的，我看一下这儿什么小吃呀，就点一杯莫吉托吧，莫吉托是26块钱一杯，1400披索。我发现了，它还有一个叫 Happy Hour， 就是下午茶的打折的套餐，像这种基本上差不多打个5折了。这么算下来，这边的酒消费还不贵呢。算下来一杯鸡尾酒26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很便宜啊。这个是在 Happy Hour 里面的，然后26块钱2杯酒精，就是鸡尾酒再加这个薯片。坐了1个多小时，日落了，然后我们要去吃晚餐去了。走，在我们这个行程呢，还是包晚餐的，因为正常的机票是明天回美国嘛，然后明天的机票是包的，明天还有一个看这个阿根廷很出名的一个叫赛马球，但是呢，我决定跟室友明天去乌拉圭了，所以明天那个1个小时的赛马球我就不去看了。给你们看一下这趟行程我们包的这个餐厅，就是有羊有牛排，马库斯已经在这儿等了。听说这个餐厅在这边很出名的一个牛排的餐厅。我们今天应该是包场了，因为我们这个旅行团总共有104个人。开餐了，果然整个餐厅全是我们船上的人。这第一个是一个意大利饺子，对。哇，它这个里面肉的那个饺子里面肉是一坨的，贼爽，满嘴都是肉，然后还有蛋黄，还有蛋白，还带汤汁的，有那个葱叶，还油炸的。哇，我真是，这个怎么软乎乎的？我也问。我也觉得我没法吃，它这个手感下来，我就觉得我吃不了。我也感觉我吃不了，这就入到嘴里的口感觉得好奇怪。我可以吃一口。小美居然吃的好香。我们的可以给你，我的也可以给你。你们小个美，我还要留着不止吃牛排呢。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一大块牛排，我的天哪！然后我们这还有一堆小吃，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甜品的焦糖炖蛋，然后就结束了。
吃完饭了，吃完饭了，坐大巴回去了。加油，你可以的！再试试，你可以的。我的包很轻的。我不行，我不行。我怀疑你有演戏的成分。真的背不起来。我怀疑你有演戏的成分。没有，我真的背不起来，我真的背不起来。这样可以。你别被我包砸倒了，我不赔医药费的。这可以。还行吧。你背起来不行，地上我不行。有那么重吗？我帮你放这儿了啊。